最近小编打开抖音，看到一条外国博主晒中国水费账单的视频，觉得挺有意思。住在上海的老外举着32元水费单，眼睛瞪得比铜铃还大，直呼美国为啥做不到。评论区一群外国人跟风晒单，50元包月，10吨水免费，一个个惊得以为穿越到了水费乌托邦。反观美国网友的天价账单，简直是大型，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现场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星球热点，国家大事从不缺席，舆论场中抽丝剥茧，聚焦独家中国资讯。点赞、订阅加小铃铛，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。视频里，住在上海的他举着缴费凭证，满脸难以置信。伙计们，我住在中国消费最贵的城市之一，但刚收到的水费账单让我惊呆了。上次缴费还是9月，没想到是2个月一缴，9月到11月的总费用才32元，折合美元才4.5刀。这真的太疯狂了！为什么美国不能像中国这样，让水费变得人人缴得起？这条视频下方，不少在华的外国人也主动晒出了自己的水费单，清一色的低价惊喜。在深圳工作的外国摄影师分享称，自己租住的中心公寓每月房租加物业费要5700元，但水费、燃气费加起来才50块左右。这在我的国家简直不敢想象，光是水费就要比这贵10倍。还有在成都生活的外教晒出账单，一家3口每月用水15吨，按照当地阶梯水价，每月水费不到50元。我特意对比过家乡的水费，同样的用水量，在纽约要花300多人民币。还有人分享自己在香港的用水模式，搞得不少外国网友直呼羡慕。在香港，85%以上的建筑都配备淡水管和海水管，海水冲厕所完全免费，淡水则实行阶梯收费，首个12立方米直接免单，超出部分每立方米仅4至9元，而且淡水价格已经29年没涨价。一位旅居香港的英国博主算了笔账，我和室友每月淡水用量大概10立方米，几乎不用付水费，这在伦敦哪怕是单身公寓，每月水费都要20英镑以上。我们再来看看大洋彼岸的漂亮国，圣地亚哥市2025年5月起执行的水费标准显示，普通单户家庭每月要先付28.84美元的基础费，用水0至10立方英尺，按每立方英尺7.34美元收费，超出22立方英尺后，每立方英尺收费高达10.46美元。换算成更易理解的单位，美国1吨水的平均费用约40元人民币，是中国多数城市水价的7倍左右。美国网友的吐槽更直观，有人晒出自己的月度水费单，5200加仑，约20吨水，总费用110美元，折合人民币797元，其中包含31.88美元水费、12.11美元设施费和66.36美元污水费。没想到污水处理费比水费还贵吧？还有休斯顿的家庭主妇抱怨，夏天开空调加浇草坪，每月水费经常突破150美元，光是水费就占了月支出的5%。或许有人会说，美国工资高啊，承担高价水费没问题。确实，根据 CEO World 杂志2025年全球薪资报告，美国平均月薪达6562美元，是中国平均月薪1229美元的5.3倍。但高工资背后是同步飙升的生活成本，水费只是其中一角。我们来做个直观对比，中国普通家庭每月用水15吨，按平均水价3.5元每吨计算，月水费52.5元，仅占平均月薪的0.43%。而美国普通家庭每月用水20吨，按40元每吨的平均价格计算，月水费800元，占美国平均月薪的1.8%。看似比例都不高，但叠加其他生活成本后，差距就大了。美国的房租、电费、食品价格普遍是中国的3至5倍，高工资的优势很快没了。小编觉得水费的差距本质上是民生保障理念的差异。中国的水价制定充分考虑了居民的承受能力，阶梯收费既保障了基本用水需求，又能引导节约用水，而且水价中包含了完善的基础设施维护费用，不用额外支付设施费、污水处理费等隐性成本。而美国的水费不仅本身定价高，还附加了多项服务费，叠加水务公司的商业运营成本，最终形成了高价账单。
当然了，高收费并没有带来更优质的服务。不少美国网友反映，水费年年上涨，但供水稳定性却不尽如人意。部分地区经常出现水管老化漏水、水压不足等问题，报修后处理周期还长。而在中国，从城市到乡镇，供水网络不断完善，水质监测严格，维修服务响应迅速，这些都是低价水费背后的隐形福利。当美国家庭在为每个月近800元的水费发愁时，中国多数家庭的月水费始终稳定在50元左右。你是不是好奇中国为什么水便宜？是不是偷工减料，水质不好？这里小编用5分钟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科普。首先，中国将供水服务定义为基础性公共事业，水价制定始终遵循成本补偿加合理收益的原则，而非纯粹的市场化盈利逻辑。水利部明确指出，供水既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商品，也是稀缺资源。水价改革的核心是平衡资源利用与民生承受力。与美国水务行业高度市场化不同，中国水价并非由企业单方面决定，而是需经过成本监审、公众听证、政府审批等多重环节，确保价格不脱离居民实际收入水平。比如阶梯水价的设计，基础用水量覆盖95%以上家庭的日常需求，这部分价格仅覆盖基本运营成本，而超出部分适度提价，既保障民生，又引导节水，完美平衡了公平与效率。其次，在过去20年的时间里，中国持续投入万亿级资金建设供水基础设施，从水库输水管网到污水处理系统，形成了全球最完整的水务保障网络。这种规模化建设带来了显著的成本优势，集中采购设备，统一规划管网，标准化运营管理，让来自水的生产、输送、处理全链条成本得到了大幅降低。反观美国，水务行业更早进入成熟期，但市场化运营模式下，企业需兼顾股东收益与设施维护，叠加部分地区管网老化严重，改造升级成本高，最终将这些成本转嫁到用户账单中。数据显示，美国最大水务上市公司的估值 PE/TTM 已达26.2倍，盈利压力必然推动水价上涨。而中国水务企业以公益服务为核心，运营成本更多通过规模化效应消化，而非向居民提价。再者，中国水价中虽包含水利工程建设、管网维护、污水处理等成本，但政府会通过财政补贴覆盖部分公益性投入，避免企业将全部成本转嫁给用户。比如农村饮水安全工程、跨区域调水项目等，均有大额财政资金支持，这些投入不会直接体现在居民水费账单上。而美国水费不仅定价本身偏高，还附加了设施费、污水处理费等多项隐性收费，部分家庭的污水处理费甚至超过水费本身。小编觉得这种差异本质是治理理念的不同，中国通过政府兜底降低居民负担，美国则让用户直接承担水务行业的运营、盈利和设施更新成本，最终形成高价加多附加费的格局。众所周知，中国水务企业多为国有或国资控股，核心职责是保障供水稳定，而非追求高额利润。这与美国水务公司以股东回报为核心的经营目标形成鲜明对比。美国水业公司股价近10年涨幅超200%，股息率维持在2.27%。这种盈利表现的背后，自然是用户支付的高额水费作为支撑。而中国水务企业即便面临管网改造、水质提升等成本压力，也不会轻易上调基础水价，差额部分要么通过政府补贴弥补，要么通过规模化运营、技术升级消化。比如近年来推广的智能水表、节水设备，不仅提升了管理效率，还降低了漏损率，进一步压缩了不必要的成本支出。当然了，中国水费便宜并不意味着服务打折。从水质标准来看，中国自来水检测项目已达106项，远超部分发达国家。从供水稳定性来看，城市供水普及率达99.7%，维修响应速度普遍在24小时内。这种低价优质的组合，正是中国民生保障理念的生动体现。公共服务的核心是满足居民需求，而非追求商业利益。
对比中美水费的差异，我们不难发现，美国的高水费是市场化运营、设施老化、盈利诉求等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，而中国的低水费则是公益定价、规模效应、政府兜底共同作用的产物。这不是简单的价格高低，而是不同发展模式下公共服务优先级的选择。对我们普通人而言，水费的低价背后是不用为基本用水发愁的踏实感，是民生无小事的政策温度，这或许才是中国水费能让外国人感到不可思议的低价密码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，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，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。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，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。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